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有过那种感觉吗？在寂静的深夜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明明门外什么都没有，却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等着你回应。或者当你站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，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脚踝，你忽然觉得有什么湿冷的东西悄悄地握住了你的手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一片看似平静的海滩上，一个普通的周末出游，却成为一场无法逃离的噩梦。那天有人差点被牵走，而真正可怕的不是眼前的恐惧，而是你永远无法确定那些东西是否真的离开了。故事开始前，请记得关好你的门窗，因为他们也许正在找你。我叫小鱼，那年刚上大学，第一次住校。学校地处偏远，远离城市喧嚣，坐落在一览一片几乎被遗忘的山海交界处。虽然风景如画，但时间久了，这里总让人觉得有点阴沉。我们5楼的宿舍楼更是如此。5楼是顶楼，原本住满了同届的学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学校特意在走廊的头尾各安排了一间学子寝室，据说是为了让学子管理我们这些新鲜人，但总让人觉得这2间房有点格格不入。特别是走廊末端的那一间，门总是关得紧紧的，很少看到里面的学子出来活动。走廊尽头昏黄的灯光偶尔闪烁，透出一丝说不上来的冷意。我们寝室住了6个人，包括我。初来乍到的日子里，大家对彼此都很好奇，晚上时常躲在被窝里窃窃私语，聊些八卦或学校的怪谈。对了，学校虽然不大，但关于它的传说却不少，诸如哪个年级有学生在海边失踪，夜里宿舍里会听见奇怪的声音，反正都是用来吓懒小鬼的玩笑话。不过有一个人让我们都不太敢开玩笑，那就是奥利学子。他是5楼末端那间学子寝室的住户，年级比我们高一届，长相清秀，但不苟言笑。他很少与人说话，平时见到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有一次，我碰巧看见他趴在窗边，神情呆滞地望着远方的海面，像是失了魂似的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大家都说奥利学子有特殊体质，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但这只是传闻，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，甚至有人跟他提起这些事情，他都只是淡淡的回一句：“你们别乱说。”那语气里既有无奈，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。说来也奇怪，学校的宿舍楼虽然设施不差，但每次夜深人静时，总有一股奇异的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。5楼的走廊尤其安静，哪怕是白天，踏步声都会被回声放大，回荡在空荡的楼层里，显得格外诡异。记得有一晚，我和室友熄灯后闲聊，聊到一半时，我们寝室外的走廊传来了一阵大大的脚步声。我本来以为是宿舍管理员巡逻，但那声音有些不对劲，太轻了，像是一个人赤着脚缓慢地走过走廊。室友小敏听得胆战心惊，捂着被子小声说：“谁呀？大半夜还乱走？”没人回答，但那脚步声一直延续到走廊尽头的奥利学子寝室门口，然后停了下来。我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我忽然想起5楼住的人不多，那会是谁呢？不过这种事我们也习惯了，这里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一些不明所以的细节，不深究的话，他们也就像海浪般轻轻地拍在沙滩上，最终归于平静。说实话，刚搬进来时，大家还对这种偏远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感，尤其是那段时间，学校附近的夜市特别热闹，每天放学后，我们几个都会结伴去逛街，吃小吃，买可爱的文具，偶尔还会听见街头艺人的歌声。那时候，生活简单又快乐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一次看似普通的海边出游，会彻底改变我们接下来的生活。这件事的开端，还要从奥利学子那天在海边的表现说起。那天是周末，天空晴得不像话，
湛蓝的仿佛被人刻意擦拭过一样。太阳从云层间洒下的光线暖洋洋地铺满大地。我们一行人约好去宜兰的海滩玩，这是期末考前难得的放松时光。车窗外，风景从城市变成了山林，最后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随着海风带来的咸腥味扑面而来，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了。太好了，总算到了。我跳下车，鞋子还没脱，就迫不及待地朝着柔软的沙滩跑去。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笑着冲向大海，鞋袜脱了一地，踩在沙子上的脚底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了起来。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发出哗啦啦的声音，阳光在浪花上跳动，像洒落的碎金子。同学们有的坐在岸边闲聊，有的在沙滩上追逐打闹，笑声随风飘散。大家兴奋地拍照打卡，一张张笑脸映衬着蔚蓝的大海，明亮而生动。奥利学子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她的男友牵着她的手，慢慢地沿着海岸线散步。那一刻，学子的神情倒是难得的放松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嘿，我们去捡贝壳吧。小敏拉了我一把，指向不远处一片浅滩。我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开，各自找乐子。可是当我再次无意间回头时，却发现奥利学子的背影有些奇怪。她站在海浪轻拍的地方，整个人僵硬的不像样。她没有和男友说话，目光有些呆滞地望向远方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学子怎么了？我低声问小敏。可能只是累了吧。小敏摇摇头，也没放在心上。我勉强笑了笑，但心底却隐隐升起一股说不出的不安。几分钟后，所有人都重新聚集起来，奥利学子的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，手也一直插在男友的外套口袋里，好像在避寒。我悄悄看了眼他的脚，赤裸的脚背被海水浸湿，看起来异常苍白，皮肤甚至透着些青紫。太阳依旧高挂，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海面上那闪闪发亮的光泽似乎暗淡了下来，原本湛蓝的海水竟然染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。风也变了，变得湿冷而腥臭，一阵一阵地钻进鼻腔里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海水的味道有点怪啊？小敏皱着眉，捂住了鼻子。没事吧？可能是退潮带来的负腻味。有人大哈哈的回应。可我盯着海面，忽然觉得那灰暗的浪花里好像藏着什么东西，一些若隐若现的影子在浪里浮沉着，又迅速消失。别瞎想了，我拍了拍自己的脸，试图驱散心底莫名的恐惧感。然而下一秒，奥利学子却突然停下脚步，猛地看向海水深处。他的眼神专注而空洞，仿佛听见了什么声音，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一样。她男友似乎察觉到不对，拉了拉她的手，小声说道：怎么了？奥利学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站在那里微微颤抖。周围的风停了，沙滩上的笑声也被海浪声吞噬，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静止了，只剩下他那苍白的侧脸与逐渐冰冷的海风。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吧？别玩太晚了。我打破了沉默，试图找回原本的轻松氛围。对呀，待会回去还有作业要赶呢。有人附和道。大家渐渐散开，不再注意奥利学子的异样。但那一刻，我瞥见奥利学子微微抬起了脚，脚趾陷入湿漉漉的沙子里，似乎正在往前走，而她的男友却站在原地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心跳莫名加速，仿佛有一种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头皮，连海风都变得像是在低语着什么。不对劲，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。我快步走向他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着说：学子，我们回去吧，太阳又要下山了。奥利学子微微一愣，抬头看向我，目光中有一丝迷茫，嘴唇微微颤动，像是要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，猛地倒吸了一口气，像是这才意识到自己站得有些过远了。他缓缓退了回来，那灰蒙蒙的海浪再次吞没了他刚才站立的地方。没事吧？学子，
我问道。他点点头，声音有些飘忽，只是海水好冷啊。可那明明是盛夏啊，海水为什么会冷？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只是心里那份不安的种子悄然生了根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次看似平凡的出游竟是灾难的开始。傍晚时分，天空的橘红逐渐褪去，海水的颜色也变得更深了，仿佛一块块铅灰色的布被抛入海中。潮水悄悄上涨，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发出粘稠而湿冷的声音。我和小敏坐在一块礁石上，一边聊着天，一边看着远处的奥利学子和她的男友。两人牵着手，步伐缓慢地沿着海岸线前行。海浪掠过他们的脚背，又迅速退去，仿佛在触碰，又仿佛在诱惑。他们俩的真甜啊！小敏撑着下巴笑着说。我随口应着，目光却停在奥利学子的背影上。她走得很慢，背脊僵硬，头微微垂着，长发遮住了侧脸，和她男友的亲昵氛围格格不入。也许是错觉，那一刻我觉得她走得有点奇怪。她怎么？小敏忽然停住了，声音有些发颤。我抬起头看向海滩上，奥利学子的脚步变了，她的步伐像是被什么东西拖拽着，慢而机械，每踏出一步都深深地陷进湿漉漉的沙子里。她的男友似乎没察觉到，依旧牵着她的手，时不时回头说着什么，但奥利学子根本没有反应，甚至头也不抬一下。他怎么往海里去了？我猛地站起来，心头一紧。奥利学子的脚已经被海水淹过了脚踝，他的身体微微倾向前方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一步一步朝着更深的海水走去。不对劲，他不会游泳啊！小米的声音开始颤抖。我盯着奥利学子的脸，顿时觉得脊背发凉。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纸，眼神空洞无光，嘴唇微微颤抖着，像是在说些什么，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更诡异的是，她牵着男友的那只手竟缓缓从男友的掌心滑了出来，而男友似乎根本没有察觉，依旧在沙滩上原地走着，仿佛还在牵着她的手。他又走到海里去了。小敏吓得扯住了我的手，语无伦次地叫喊着：“快拉他！”我顾不得多想，拔腿冲了过去。海风刮得耳朵生疼，沙子被踩得松动湿滑，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向他的方向。离他越来越近了，我看到奥利学子的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指尖微微蜷曲，掌心湿漉漉地滴着水。他低垂着头，海水已经没过了他的小腿，而他的身体却丝毫没有阻力地向前移动，像是一具被操控的傀儡。奥利学子！我大喊一声，但他没有回应。这一瞬间，我看见了他的身旁，一道模糊的白影微微抖动，像是薄雾般聚拢成一个人形。那人影没有清晰的面孔，只有一张扭曲的笑脸，嘴角向上裂开，弯得不自然，仿佛笑容被人硬生生地扯出来一般。那影子的一只手正紧紧拉着奥利学子的手，而另一只手竟牵着奥利学子身后的男友。我僵在原地，浑身的汗毛几乎在同一刻竖了起来。那影子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缓缓地转过头，那张笑脸对我咧了咧嘴。啊！我惊叫出声，强忍着恐惧冲上去，一把抓住奥利学子的手臂。他的手冰冷湿滑，像是摸到了一条死鱼。学子，醒醒，快回来呀！我拼命地拉他，但他的身体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定在了原地，动也不动。小米也冲了上来，和我一起拽着他的胳膊，几乎是用尽了全力，这才把奥利学子往岸边拖了一步。就在这一刻，奥利学子突然猛地抬起头，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喘息，眼神终于重新有了焦距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像是刚从噩梦中醒来。海水退去，奥利学子浑身湿透，双腿发软地跪在沙滩上，脸色比刚才还要苍白。学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小敏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奥利学子没有回答，她的目光缓缓移向她的男友。
他此刻正站在不远处，神情困惑，脸色发白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直以为他还在我身边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水面，在我的心里激起了一圈圈的寒意。明明他和奥利学子牵着手，可是从刚才开始，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奥利学子已经不在他的身旁。海风再次吹过来，带着腥臭的湿气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海里悄悄退去，只留下我们3个人喘着粗气，浑身湿透。快回去吧，我咬着牙说道，试图掩饰声音里的颤抖。奥利学子抬头看了一眼那片灰蒙蒙的海水，眼底的恐惧还没有散去，唇间微微蠕动着，最终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缓缓点了点头。而我转身的时候，余光扫过那片海面，隐约看见浪花下有什么东西缓缓浮动，像是一串人影，牵着手渐渐没入深海中。那一刻，我脑中只剩下一个声音，如果刚才我们没拉住奥利学子，他现在会在哪里？回程的车上，气氛压抑得像一块湿透的棉布，没有人说话，窗外的景色一片昏暗，山路随着车子的颠簸隐没在深灰色的薄雾中。我瞥了一眼坐在角落的奥利学子，他双手环抱着自己，头低垂着，脸色苍白的像是从画里抹掉了血色一般。她的男友坐在她旁边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时不时看她一眼，眼神中带着无法掩饰的担忧。车子驶回了宿舍楼，5楼的走廊静得有些诡异，每踏出一步，脚步声都会被回音无限放大。虽然大家都平安回来了，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，今天的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学子，你还是别回自己的寝室了，来我们这儿挤一晚吧。我鼓起勇气开口。奥利学子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有些茫然，好半天才点了点头。好，我去拿点东西。他的声音有些飘忽，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。我担心他的状态，便拉着小敏一起陪他回到走廊尽头的寝室。奥利学子的寝室门咔嗒一声被打开，一股湿冷的空气从门缝里涌了出来。寝室里黑漆漆的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上来的霉味，像是湿衣服放久了的味道。我拿个书和衣服，很快奥利学子哑着嗓子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他走进寝室，在昏暗的光线里翻找着自己的东西。我站在门口，小敏陪着我，手死死拽着我的袖口。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，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。快点拿了就走吧，小敏小声催促。就在这时，我余光瞥见上铺的床帘微微动了一下。一开始我以为是错觉，可下一秒，帘子里缓缓探出一个影子，那是一个模糊的人形，脸隐没在一片漆黑里，但却明显感觉到他在低头看着我们。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僵硬地扭过头看小敏，她的脸色惨白，眼神死死盯着那个方向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学子，你拿好了吗？我强装镇定，声音却止不住的发抖。好了。奥利学子轻轻合上书本起身的时候，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表情有些诧异。你们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我拉着小敏，几乎是仓皇地走出了他的寝室。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见寝室里传来一阵极轻的笑声，像是从窗帘后转出来的。回到我们的寝室，屋里的灯光亮得刺眼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围上来，问奥利学子的情况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坐在靠近门的椅子上，默默地发呆，手中的书本被捏了有些皱巴巴的。小鱼，他那寝室里有东西。小敏凑在我耳边，声音颤抖的像要哭出来。别说了，先睡觉吧。我低声安抚，心里却像被冷手狠狠揪住一样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寝室里安静的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我裹紧被子，心里默念着，什么也没发生，什么也没发生，试图让自己睡着。然而，就在我快要迷糊过去时，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。
敲门声不大，节奏缓慢而有礼貌，像是有人在提醒我来了，可以让我进来吗？谁呀？我在黑暗中低声嘀咕了一句，起身看向门的方向。寝室里的其他人似乎也被惊醒了，大家屏住呼吸，一时间没有人敢发声。门没锁，请进。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，声音有些发干。然而外面安静的可怕，敲门的人并没有推门进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的开玩笑吗？小敏低声骂道，声音带着些微的颤抖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比刚才更急促了些，就像是那个人在生气。我的心跳一下子加速，盯着门口，手心渗出冷汗。寝室的其他人也都醒了，大家一动不动地看着门，眼里满是惊恐。门没锁，我再次颤抖着说道，声音几乎细不可闻。敲门声忽然停了，然而门外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，从门口慢慢的挪动，像是有人贴着门缓缓地蹭过去。那声音逐渐远去，走廊里再次安静了下来，空气中却多了一股腥臭的味道，像是某种腐烂的生物留下的痕迹。什么东西啊？室友小声抽泣了一声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我强压着恐惧，轻轻地掀开被子，想看一眼门外的情况。但就在我抬头的瞬间，我看到门的缝隙下有一道黑影从外面缓缓划过，像是一只手臂拖着什么沉重的东西，划过门缝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我的背后瞬间被冷汗浸透，手脚发麻，眼前一片黑。我死死盯着那扇门，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那一晚，我们所有人都裹在被子里，瑟瑟发抖。屋里弥漫着腥臭的气味，仿佛那东西就在门外徘徊，等着什么时机将我们一一带走。而奥利学子坐在床边，一言不发。他的书本掉落在地上，翻开了那一页，沾满了湿漉漉的污痕，散发出淡淡的咸腥味，那味道跟海水一样。宿舍的空气压抑的几乎令人窒息，昨晚那阵敲门声和漂浮在空气中的腥臭味，像一根根看不见的针，扎进每个人的神经里。没人敢再提起昨晚的事，仿佛一开口就会把什么东西召唤回来。奥利学子坐在床边，整个人显得异常疲惫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似乎还未从恐惧中缓过来。他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肩上，湿漉漉地贴着额头，看起来就像刚从海水里爬出来一样。学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坐到他对面，轻声问道。小米和其他室友也围了过来，眼里写满了忐忑和恐惧。奥利学子沉默了很久，仿佛正在努力回忆，又像是在思索要不要开口。终于他轻轻地开了口，声音沙哑而飘忽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低语。我昨天在海滩的时候遇到了他。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室内的温度仿佛又降了几度。小敏压低声音，带着几分颤抖。奥利学子缓缓地抬起头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们，嘴唇颤抖着，仿佛每一个字都要耗尽他的力气。那时候我和我男友，我们牵着手走在海边，海水有些冷，但本来还好。可忽然我觉得脚下的海水变得刺骨，冰冷的像是有人把刀子扎进了我的脚底。我想停下来，可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。他的声音微微发颤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刻，寒意又重新爬上他的脊背。我发现他的手开始变得湿冷黏黏的，就像是死鱼的皮肤。奥利学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声音逐渐颤抖。我抬头看他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脸不见了。神什么？小敏吓得捂住了嘴，他的脸变成了一片雾气，模糊的看不清楚，而在我们之间多出了一道影子。奥利学子说到这里，喉头像是哽住了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他抬起头，眼神带着一种深深的恐惧和绝望。那是一团白色的影子，微微抖动着，
好像雾聚拢成了人形。我看不清他的五官，但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骤然变得尖锐。那张笑脸我看得很清楚。我们都不敢出声，室内静的仿佛连心跳声都能听见。奥利学子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双手死死抓着被单，指尖发白，他的嘴角裂得很开，笑容扭曲的不自然，就像有人用力扯开的脸皮。他就这样牵着我继续往前走。可是他不只是牵着我，我屏住了呼吸，头皮发麻了看着他。什么意思？奥利学子的眼神游移，声音微微颤抖。当我回过神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牵着我们两个人，我和我的男友。可他不是只有我们两个。他的声音变得极其微弱，他的身后还有更多的人。那些人影一个接着一个，就像剪纸一样，手拉着手向大海深处走去。他们，奥利学子闭上了眼，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们脸上没有表情，全都低着头，身体轻轻晃动，像是在被什么东西拖拽着。我看到我男友和我也只是最末端的两个。我感觉到一股冰凉的寒意顺着脊背爬上来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话。你们知道吗？奥利学子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们，眼神里带着一种古怪的平静。那个海滩以前淹死过人，每年夏天都会有人在那片海域失踪。老人说是那些淹死的人太孤单了，想找人陪他们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却像针一样扎进我们的耳膜。他们会牵引活人，拉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深海。说到这里，奥利学子的眼神忽然变得涣散，像是被什么回忆困住了。他喃喃自语，当时我竟然没有害怕，甚至觉得跟着他走下去也没什么不好。我脑袋里只剩下一种声音，跟着他走吧，他会带你去一个很远很安静的地方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脏猛地一颤。这个声音似乎我也在某个瞬间听到过，可是后来你们拉住了我，把我拉了回来。奥利学子声音颤抖地说道，要不然我现在应该还在那里和他们一起手拉着手继续走着走着。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，整个人颓然地靠在墙上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在注视着某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空气中依然残留着昨夜的腥臭味，仿佛这股味道从未真正散去。我忽然觉得奥利学子的寝室里那个探头的黑影，门外的敲门声，或许都与这些牵引的东西有关。那现在他们是不是还在找你？我脱口而出，话一说完我就后悔了。奥利学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抬起头，朝门外的方向看了一眼。门缝下仿佛有一道影子一闪而过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耳边仿佛又传来了昨夜那有礼貌却诡异的咚咚咚敲门声。那些东西真的已经离开了吗？还是说他们正等着机会把未完成的事做完？夜已经深了，宿舍里一片寂静，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，声音格外清晰，仿佛是无情的催促，又像是一把倒数着的计时器。我侧躺在床上，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但耳边依然嗡嗡作响，脑海里不断回荡着奥利学子那低沉的声音。他们会牵引活人，手拉着手走向深海。那股寒意仍在心底徘徊，久久不散。突然咚咚咚，那熟悉而又让人毛骨悚然的敲门声再次响起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浑身一僵。那声音不疾不徐，敲得极为缓慢，带着一股耐心和古怪的礼貌，就像昨晚一样，不，更像是在催促着什么。其他室友似乎也被惊醒了，但没有人敢出声，所有人都裹紧了被子，只剩下彼此急促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。敲门声依旧持续着，咚咚咚，每一声都像敲在心脏上，沉重的透不过气。我咬着牙，努力告诉自己这只是风声，但理智告诉我，这绝不是风。门没锁，我在被子里低声喃喃，试图像昨晚一样回应。然而
门外的敲击声陡然停了下来。我屏住呼吸，盯着门口，一动不敢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空气中安静的可怕。也许他走了，我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一种湿漉漉的声音，像是水滴滑落地板，又像是赤脚踩在潮湿地面上的脚步声。声音从门口缓缓移动，靠近了我们的寝室。我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冷汗渗湿了背脊。我无法控制自己，僵硬地扭过头，视线扫过房间的地板。那是一个湿漉漉的脚印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房间里。它一路延伸，缓缓地移动，最终停在了奥利学子的床边。咔嗒，那是一声极轻的响动，像是某个沉重的东西被拉着移动。我的目光猛地落在奥利学子的床上，他的被褥空空荡荡，床铺凌乱，像是有人刚刚从上面离开。奥利学子，我轻声喊了一句，声音颤抖的几乎听不清。没有人回应。小敏从被子里探出头，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忽然捂住了嘴，惊恐地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。奥利学子不见了，床上只剩下一本湿透的书，纸张皱巴巴地粘在一起，散发出刺鼻的海水腥味。而书的旁边压着一张被水浸透的白纸，纸面模糊不清，却隐约显现出一个扭曲的笑脸。那个笑容模糊却异常清晰，嘴角向上裂开，像是嘲弄，又像是得意。他去哪了？小敏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颤抖着下床，脚踩在地板上，那股湿漉漉的触感让我几乎想尖叫出声。我一步步靠近门口，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。门缝下还有一道淡淡的水痕延伸出去，指向走廊的方向。我颤抖着手拉开门。走廊里漆黑一片，灯光昏黄而不稳定，地面上湿湿的脚印一路向前，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他被带走了。小敏的声音已经彻底失控，其他人也吓得不知所措，只能呆呆地看着那道通往深处的脚印。我站在门口，目光死死盯着那些脚印。走廊深处仿佛传来隐约的海浪声，一下一下地拍打着什么，潮湿冰冷，夹杂着一丝腐烂的腥臭。跟着他走吧。脑海里猛然回荡起奥利学子说过的话，那轻飘飘的声音仿佛被海风带来，让我一瞬间头皮发麻。我猛地关上门，将自己狠狠地抵在门上，试图阻隔门外的恐怖存在。耳边的海浪声越来越远，但那个笑脸，那道脚印，还有奥利学子消失前留下的白纸，都如噩梦一般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这一晚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再睡着，房间里只有压抑的喘息声和颤抖的踹气声，而奥利学子再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学校传出了奥利学子失踪的消息，老师和管理员四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，最终将其归为意外离校。但只有我们知道，那并不是什么意外。每次回想起那晚，我都忍不住想，如果当时敲门的东西进来了，我们会不会也和他一样，被那双冰冷的手牵着走向深海？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了。而那道带着海水腥味的湿漉漉脚印依旧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挥之不去。他们在找人时间过去了几周，学校的生活仿佛回到了从前，课程依旧紧张，期末考的压力让所有人忙得喘不过气，走廊里也重新热闹了起来。只有我们这些人偶尔在夜晚躺在床上时，才会想起那个仿佛被时光掩埋的夜晚。奥利学子的失踪被学校草草归为自主离校，公告贴在宿舍门口的布告栏上，无人议论，甚至没有多少人关心。他的寝室被重新清理，换了一批新生入住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那晚发生的事如同一根刺，深深地扎在心里，不敢触碰，却也拔不出来。我站在5楼走廊的尽头，看着那间空荡荡的寝室，门牌已经换掉，崭新的门锁闪着光，但我依然记得那个夜晚从门缝下蔓延的湿漉漉的脚印，记得奥利学子床上湿透的书，
还有那张印着模糊笑脸的白纸。学校的钟楼敲了几声，暮色渐渐笼罩，风从窗户缝隙里灌进来，带着淡淡的潮湿气味，像是某种莫名的低语，缠绕着我不肯散去。我忽然感觉后颈一凉，像是有谁站在我身后，轻轻地吹了一口气。我猛地转过身，走廊空无一人，光线昏暗，走廊的尽头似乎被阴影吞噬，那个方向正是奥利学子寝室的位置。我抬起脚步想离开，却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像是水滴落在地上的回响。我僵在原地，心跳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慢慢低头看向脚下，没有水，但那种湿冷的感觉却越来越清晰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我轻声喃喃着，快步逃回了寝室，几乎是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怎么了？小敏抬头看着我，神情中带着几分担忧。我摇摇头，试图挤出一个笑容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风有点冷。小敏没再多问，只是和其他人一样，把目光重新投向书本，努力在这压抑的期末考前打起精神，但我却无法集中注意力。每次翻开书本，我都会想起奥利学子最后留下的那本书，他湿漉漉地瘫在床上，纸页粘连在一起，仿佛刚刚从海水中捞出来。还有那张白纸上的笑脸，始终浮现在脑海里，那笑容模糊而扭曲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嘲笑着我们，又或者是在等待我们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真的拯救了奥利学子吗？也许当他被拉向深海的那一刻，他的灵魂已经被那些存在带走了，只是他的身体留了下来。但现在呢？他去了哪里？是不是依然牵着他们的手，一步步的走在深海冰冷的黑暗中？每当这种念头浮现，我都忍不住感到脖颈发凉，心底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。最后一次去海滩的时候，我站在岸边，目光穿过灰蒙蒙的海面，浪花轻轻拍打着沙滩，耳边传来隐约的海浪声。在风声里，我仿佛听见了什么，跟着我走吧。我猛地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时，眼前只有一片空荡荡的海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我知道，总有些东西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愿意跟着走的人。或许有一天，这个故事会被淡忘，但每当有人在那片海滩迷失方向，每当敲门声在深夜响起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，那个无法挽回的夜晚。奥利学子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故事结束了，但恐惧从未真正离开。